6.7，预计啊。什么？我看，有点感觉嘞，1月7日，西藏的清晨被突如其来的剧烈震动打破。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了6.8级地震。大地震！看，地震了，快跑！我操！这是5年来该地区最强的一次地震，不仅造成了95人遇难，130人受伤，还在这个寒冷的高原之地引发了巨大的恐慌与关注。哦，地震了！我刚刚日喀则地震了，可能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感受到地震，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没有山，所以很少有地震。房子都吱吱的响。地震发生在早晨9时05分，许多居民尚未完全清醒。家住日喀则市的李先生回忆，当时正睡觉，感觉房子在剧烈晃动，头晕的不行，立马跑到外面，衣服都是拿着在外面穿的。刚才睡得迷迷糊糊，只感觉床在晃，也没有多想。直到朋友给我发信息我看见信息才知道地震了。零下10几度的严寒中，很多人光着脚，披着棉被站在街头避险。地震了，我操！真有感觉，它在晃，我操！我真的感觉到了，好晃！就摇，头晕，然后就跑出来了，就拿着在外面穿。外面冷吗？大概是个什么气温？零下10几度，看到的人都在马路上站着，没有在房子周围站。街道上的房子有明显损坏，居民心有余悸，纷纷聚集在空旷地带，等待进一步的消息。我们2楼的房子，2楼上面都垮下来了呀，厉害呀！就像那个飞机进入西藏的那种气流，比那个气流还严重。不知道，没来得及看，我们那里房子垮了，那个消防也不让我们进去。此次地震发生在西藏的旅游旺季，许多游客正在日喀则或通往珠峰大本营的路上。一名游客在社交媒体上表示，当地震预警通过手机弹窗发出时，他的车正在蜿蜒的山路上行驶，预警刚响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车就开始剧烈摇晃，司机不得不停下车，我们所有人都吓得不敢动。震后，许多游客被迫改变行程，返回拉萨或其他安全地点。今天返程317在到的路上，突然收到亲朋好友的短信电话问候，原来就在刚刚9点5分，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了6.8级地震，在此向大家报告平安，希望藏族同胞坚强，一切平安无事。根据官方统计，震中周边200公里内的区域，过去5年中已发生了29次3级以上的地震。然而，本次6.8级的强震是这一地区近年来最大的一次。大地震！看，房子都快塌了！快跑！Oh my god！ 你看这，我地震了，快跑！我天哪！定日县地处青藏高原的地震活跃带，地壳运动频繁，板块挤压使得这里成为了地震的多发区。虽然此次地震的震中距离拉萨、林芝等主要城市较远，但预警系统覆盖范围广泛，四川、云南、青海、甘肃等省份的居民都通过手机收到了地震警报。不过，大部分地区并未感受到明显震感，仅日喀则及其周边地区受到了直接影响。日喀则6.8级大地震，能量往西往南偏移，月初的大级别还是来了，想想都是后怕。灾难发生后，当地政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派出救援队赶赴灾区。95人遇难，130人受伤的悲惨数据背后，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。医护人员在零下的寒冷中展开救治，消防队员则冒着余震的风险清理倒塌的建筑。同时，为了确保余震对居民生命财产的威胁降到最低，政府紧急设立了多个临时安置点，为受灾居民提供食物、衣物和医疗服务。一些学校和体育馆被改造成临时避难所，供受灾群众栖身。本次地震发生时，中国的地震预警系统成功发挥了作用。我操，地震来了！6.7级定日地震。还有113秒，
地震来了，地震！哇塞，地震预警啊！哎呀，裤子还没穿，哇塞！哇，开始！哇塞！快跑，快跑！手机预警啊！真的！Yes！ 你吓我，你鬼公公！不是，不是，没事啊。你吓我！不是，手机2个手机都在叫啦。许多居民在手机上收到弹窗警报，有效减少了伤亡和恐慌。日喀则的地震预警时间为震前7秒，而更远的地区如成都、昆明等地，预警时间达到了20秒以上。26、24、22、人在车上感觉不到震吧18，这一下就知道了。16，哦，预警震级6.7级。我开玩笑吗？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然而，也有网民提出质疑：为何部分地区虽然收到了预警，却未感受到震感？对此，专家解释称，这与震源深度和地质结构有关。此次地震震源深度为10公里，震中附近的地震波传播较快，而更远的地区由于能量衰减，感受到的震动较弱。在强震发生后，西藏地震部门警告称，未来几天内可能会有余震发生，居民和游客被要求尽量避免前往危险区域。同时注意防范因余震引发的次生灾害，如山体滑坡和泥石流。这一天让我终生难忘，一位受灾居民说道：“早上还在为新的一年做计划，转眼间家园就被毁了。”地震不仅震动了日喀则的土地，也震动了人们的心灵。灾难让人痛心，但也让人看到了希望。在灾区的报道中，我们看到了志愿者不畏严寒，为受灾群众送上热腾腾的饭菜，看到了消防员不顾危险将受困人员从废墟中救出，更看到了当地居民在寒风中相互扶持的画面。日喀则这片美丽而多灾的高原土地，在灾难面前展现了人们的坚韧与团结。每一次灾难都是一次考验，但人们总能在废墟中重新站起，在寒冷中点燃希望的火光。未来几天，当地的救援工作仍在继续，灾区的生活也将逐步恢复。但这一场强震留给人们的记忆，将会长久地刻在每一个经历过它的人心中。希望通过影片回顾这个事件，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尊重自然，因为它可以展示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破坏力。以上就是本期内容，我们下期再一起去追踪自然灾害。